我来了，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在这里，哇，我们来了。哇，这些都是啥？感觉是很厉害的东黑呀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眼前的礼盒哇，吧。这是给谁的？这是畅青送给我们的，感谢畅青一路的陪伴。谢谢。收官，还有任务卡。哇！任务卡说：花少旅行真奇妙，给世界一个大拥抱。在花少10周年之际，好朋友畅青陪伴大家走过4站，既有超美味的谷物爆珠酸奶喝个够，还送给大家许多爆有料的福利。这次呢也不例外，告别也要精彩。回答扭蛋机扭出的问题，就可以赢得畅青大礼包，把喝前摇一摇 Q 弹爆有料的福利带回家喽。那我们就看看那个扭蛋机。好耶。哥你扭吧，你离得近。是要投币吗？对，投一个在上面一个。下来了，谢谢哥。是啥呢？问题是，咱们这次经费总共消耗了多少钱？没有开玩笑。那法国之旅浪漫而充实。我一拘两，好像让我算账一样。法国之旅浪漫而充实，在你们心中本次旅行的爆有料时刻是哪一刻呢？爆有料时刻，我先说呗。我觉得那天就突然参加那个音乐会，因为那个是计划之外的，然后那天特别感动，咱们所有人一起跳舞，好开心啊！对，然后那天我印象最深刻，我觉得我们的法国朋友他们好能跳，而且那么小的小孩儿，这就完全一点都不带怕，就跟你一起去享受音乐，我觉得这种氛围蛮好的。还有那个小男孩，是啊，一直跟着我们，是吧？我觉得有一个当天晚上我们骑车过去，然后第2天早上大家又约着一起去骑车，早上去骑车那个场景，我觉得挺难忘的。那天我们感觉有点像在漫画里，对，漫画里特别偶像剧是吗？对，特别童话，是吧？别说了，越说我越难过。哦，你都没骑到，不要难过，人生留有遗憾。我等一下带你去骑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嘞，好，首先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整个好友记的最后一站的畅青福利社。大家就要说再见了。然后那也很辛苦，大家就完成了整个法国从北法到巴黎的所有的行程。所以接下来其实我们要做的最核心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在2位导游的这个带领下，我们要把整个所有的行程做一个查漏补缺。就是最终你们要商定给出我们一个建议，下一季花烧6的首发的这个城市是哪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包括兰杰这边也要给一个具体的经费的范围。所以这是今天福利社的核心的2个内容。我们先把它捋一遍以后，再来看预算，然后预算完了以后再来看到底挑哪个城市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不是，因为我们是一来，我们其实是直接从北法开始我们这次旅程，然后第1天我们是在这个圣米歇尔山这一转玩了。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好像走进了一幅画，可是你就在画里面的一个城市。我觉得好像就是要是简短一点，就是既神话又魔幻，又真实存在。因为它就是人神的故事，就充满了整个城池。而它那个涨潮跟退潮完全是2幅景观。对，视野很辽阔，而且很幽静，很值得去。那在这里，在圣米歇尔山，我们可以感受一次什么样的旅行呢？这些问题问的好像要卡壳了，感觉我们已经说过了，然后这话又回来了。你们往前面10分钟就是同样那一段话，但是妹妹是为了完成她的文字哈。妹妹，干脆从前面咱那个提取一些有的没的放进来吧。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。看着我们与这座城的关系，然后带着你所有的想象，然后走入这座城，然后开启你们的旅行。
挺梦幻，你觉得很有距离，但你又可以脚踏实地走在每一个角落的城市，就是现实跟魔幻结合的一个城市。妹儿，你觉得行吗？好，特别好。然后我们要盘一下在圣米歇尔山当天的消费，门票11欧，门票一个人吗13欧。13欧一个人。其实我们人均每顿饭是50欧，然后2顿是100欧。哦，那我们玩那个沙滩的是1个小时25，这要不要全部算进去？所以沙滩徒步那个是吗？对，8块3，就140吧，因为25块一个人，差不多140，140天140。好，你140是不算住跟行的，包车多少钱？最后问多少？包车是一天800欧，哎，一天800欧，10个小时。如果超过10个小时，按1个小时100欧来算。不是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其实我还建议是自驾游。自驾。对，租车，我觉得租车是很好，就自主性更强一点。租车反正现在如果你在网上去查的话，是300一天300人民币吗？人民币一天。我不推荐那个打的。因为在那边根本没看到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远，它不像是说在城市里面街区和街区，所以我不推荐打的。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火车，你可以从巴黎或者从别的城市到北法，就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些城市，大概差不多时间是2个半小时还是2个小时。巴士好像它有那种巴士的这个汽车点也是有的，但这个是取决于住在哪儿，就是我是觉得你距离有多长，就是你在哪个酒店过去，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。但巴士肯定是最便宜的，不用但质疑我觉得不方便，主要是肯定是不方便。好，那我预定方式我们就后面租车的话就可以给推荐几个 app。是不是行包车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小郭的包车我们必须把小郭贴上去。对，小郭，小郭太厉害了，小郭是不错的，强烈推荐啊！如果租车的话，就租小郭吧，给他取了一名儿。包车小郭6颗星。包车（括号一定要用小郭）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到下一个城市天气穿着。刚刚姐姐已经写了，说天气，这是静姐写的，这个我帮你写上去了，写上去了。啊，我说啥了？说这里的天气大概是你们自己查。当然啊，因为到时候当下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天气，它一高兴它就下个雨，所以自己得准备一下。但是花少的风格是从来不告诉下雨又怎样。明明穿着海岛的衣服去到了特别寒冷的地方，那种花少啊，充满了冒险呀，对吧？所以既然找我们来嘛，肯定我们口气是一样的。可惜。然后呢，就是到了圣马洛，城市介绍。圣马洛是古城啊，圣马洛是海盗城哎。但它有一点好，因为那个有很多海上的那个玩的项目嘛，你就可以在那种很有历史背景的这种城池当中海边，然后你可以做很多现代的一些打卡的东西。很多年轻人在那里跳水。不跳水也行啊，玩玩水也行。它那个泳池设施是海水嘛，会好看，挺深的。所以我觉得住在那里还不错，这样换也方便，而且那里其实很多我们都没有玩到。我们那个街都没有走遍。但是我们呢是在外面是有看到那个潮汐泳池，然后去那儿去玩了。海边那边我就觉得可以玩1整天了，真的，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次下来1天半。对 ，OK， 圣米歇尔1天半，那个圣马洛其实1天，我觉得得1天，我们那天是半天。要的，因为毕竟那个城池还有点大，都不熟。现在我们要盘一下，在圣马洛里除去交通和住宿的人均消费。那天我们吃的有点贵了，因为400，后来我们也点的有点多，我觉得，但是他们7个人，我觉得刚刚好是我们点的那个380左右，那也差不多，刚刚也是一人1顿50，其实差不多，就看大家的饭了。我觉得也是够了。我们那天啥项目都没玩，我觉得可以有人可能只玩那个帆船车。帆船车多少钱？1人40，140，140就是吃跟玩，1个人。我觉得呢，也别让小伙伴们太苦了，毕竟我们是苦过来的。为什么熬成了婆要去苦媳妇儿呢？
所以我认为可以稍微对他们好一点。就是说我们是第6季的婆婆们，对，公公婆婆们，第6季是我们的媳妇儿。姐，那现在写的是刚刚说是140，那就150吧，再加15。姐就是心肠软。现在到美食了，哇吼！我们吃的几家餐厅，第一个餐厅是圣米歇尔山的那个欧雷姆蛋，就是欧姆蛋的发源地，他们是说就是百年老店，就很多，譬如说有一些艺术家都有来这里吃过，所以可以看到墙上是有非常多的照片啊，很多名人。推荐的2个菜，一就是它那鸡蛋，第二就是它的那个三文鱼，奶油三文鱼。哦，那奶油三文鱼太好吃了。我觉得如果是来到圣米歇尔山，其实是非常值得一吃。虽然它的价钱有一点点贵，但我觉得，而且动作有一点点慢，所以可能是要花多一点时间，但是其实是好吃的。整个北法，你们觉得天花板的最推荐的那个餐厅是什么？天花板不是那个海鲜吗？是吗？海鲜那家海鲜店强烈推荐。又便宜又好吃吧，就是对比之下。对，服务态度呢也非常的热情，然后呢离城墙不远，位置也很好找。味道也天花板，哇，太绝了，好好吃啊！我们所有人都赞不绝口。吃海虹，当嗑瓜子一样嗑。他们家生蚝特别好，味道也天花板。我觉得在法国，如果喜欢吃生蚝的，一定要来吃，吃特别好。那个酸酸的那个柠檬那个汁儿，不是，是哦那个醋哎奶它是醋有奶还是有蛋的那个蛋黄酱还是什么酱？就配着那个虾，哇，太绝了，好好吃啊！我们所有人都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住宿了啊。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住宿了啊，相关的。好，各位同感，对，那个汉哥改那我那个张翰是总结了一些住宿，让他来说一下。首先，那个圣马洛住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，然后但是它的整体的人均是1000人民币每个人。哇。对，然后但是我不推荐住在圣马洛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商业的这样的，虽然是古城，但是还是商业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区域。然后所有的酒店呢，它都是标间或者最多住3到4个人。我觉得最开始大家小伙伴来到这个北法，一定要大家尽可能的住在一起，然后去生活在一起，融合的能够更快一点。所以我就建议他们来北法就一定还要住在我们的这个地方。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能住7个人啊，7个人全都住下来之后，然后只需要人民币，我查了一下，大概5000多块钱。然后就是你们可以按照我们的他路院子里还有 barbecue。对不起啊，我给你补充，你说啊，对不起 ，sorry。对，完毕。然后最推荐的啊，必须5星加的这个飞机环游圣米歇尔山。是你们那台还是我这一台？我这一台呢？怎么说6星推荐。就如果说是喜欢玩那些比较刺激项目的，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它那个的。那个很厉害，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。那个真的挺吓人。你甚至可以看到在那一片儿整个这个上空是非常美丽、非常漂亮的，我是觉得很震撼，所以这个我大力推荐。好，然后就是到了圣马洛。圣马洛的话，其实我们那天有一些项目没有玩到，但我们玩了那个帆船车。然后那个呢，还是要注意的，就是最好你的手呀，也还是要戴那个手套，因为它那个拿的那个绳子会把你的手给磨得很疼。摩擦是难以避免的，因为我们全部都长了倒刺，穴位有点痛，就可以戴手套。对，我还有一些我们没有玩到的，是因为我们这个季节它其实没有开放。我觉得这个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贴出来。但那个可能是需要预约，我们把提前多久预约就给它写出来。对，对。好，巴黎，到巴黎了。就它也是一个碰撞。我认为每一个地方，它如果没有碰撞就不好玩。就像刚才说到那个城堡，它根本就是个人神碰撞的地方。巴黎也是古老又时尚。我觉得它是个历史悠久且，全世界时尚尖端，然后又很融合的城市，就是艺术气息非常浓郁的一个城市。各个肤色的人，全世界各个肤色的人都在。它有很多人文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动。因为我们到北法其实是感受法国的，就是更传承，然后更有法国就是人情很 peace 的这种一个氛围，而巴黎我觉得更多是艺术时尚，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里面。好，那就那个人均消费，我们这里比较贵，对不对？非常贵。现在粗估一下，还要进那些场景，平均能在1500欧左右。所以250、1500、6个人。对。但是还没有算车跟住。对，就只有吃。但我觉得有一天能有一次机会去吃一顿饭，像那时候我们有好几天不吃一顿饭呢。
对吧？就吃快餐，啊，如果节目组一定要要求我们这么做预算，这也能也能做啊。美食到吃了。天花板就那天我们晚上去吃的那个吧，但我觉得那天贵是我觉得我们点的东西的问题。那天就是有点冒尖儿了。那个我们是体验了，如果花少6能有这个预算，如果紧衣缩食也能去吃。我紧衣缩食犯不上去吃一顿就是很美。我们那天打卡了，那个人均可能得120。但我们是那天点的酒比较贵了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对着装有要求，就可能跟我们想象的着装又不一样，他需要比较正式的正装。对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刚刚去吃的那个牛排也很不错。如果大家想要住这边的话，是很方便，就是走路转个角就到了。然后如果大家可能想吃中餐的话，我们有去吃了一个那个小云南菜，然后都是非常推荐。我觉得云南菜，我投云南菜。云南菜非常好吃，都非常推荐。那如果大家有去巴黎就是埃菲尔铁塔附近，我们在旁边也是意外的发现了一些小店，也蛮好吃，到时候就是有点贵。上面，埃菲尔铁塔旁边那个小店不错，但有点贵。住宿的话，就是昨天我做功课，我把整个的巴黎的酒店都看了一下，就特别是在这个附近，7月中，然后大概这个1周的时间之内吧，然后正值奥运，然后能够满足7个人住呢，是在2万到7万人民币之间。我是更加推荐，我选了3家酒店式的公寓，然后一个叫 High Stay， 然后它这个地方是能容纳6个人入住，然后每晚是9600。人民币，然后距离凯旋门大概5.8公里，然后周边的整个的配套设施也很齐全。另外一家酒店是 Le Ritz Vendôme， 它只能最多是每个房间入住4个人，然后每晚的费用是3682。第3家是Machine Lavande， 这一家酒店每晚的费用是11000，然后平米数也很大，150平。太贵了。对啊，然后这整个是我看下来，我不建议在巴黎在那个期间住酒店，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还是情况是不一样的。那其实还是建议他们住酒店公寓。酒店公寓，对。我们这次正儿八经的，就耗了体力，又耗了脑力，耗了一切。我们最厉害的就是埃菲尔铁塔。俯览整个巴黎，哇，那简直盛况，一切盛况皆在眼下。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错。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从1楼能够坐电梯上去，但是我们错过了那个时间，然后我们就真的是爬上去。我觉得身体是最诚实的，嘴巴上说我又后悔了，我不愿意去，但是身体一直在往上爬。是，而且你爬的还比李斯快，你知道吗？李斯还说静姐呢？静姐在后面吧。我说静姐早就上去了，你以为？我们的那一台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不是我们去到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找到中法文化交流中心，然后我们去上了体验课，然后去了解了法国人热爱我们的中国文化，学习了汉字，然后还一起唱了中文歌，包括它有一些属于我们国潮中国文化的这个展览，会给更多的当地的法国人去给他们一个交流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。对，它那个是可以对我们进行有一些这个文化交流的输出。对，这个我们一定会把这个联系方式和地址这些，我觉得要留下来，要请我们的86的小伙伴一定要去好好交流一下，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重要。来吧，唱一首《说散就散》吧。散之前我还有礼物呢。哎，来。这是今天李斯心心念念说要给大家。哇！不要是宝儿姐太体贴了。哎，你真的太棒了，你就偷偷摸摸的去买。我真的就我们今天跟姐姐就为大家给买了。偷偷摸摸的去给我们买点吃的。有没有惊喜啊，姐？有哇！好漂亮哦！谢姐。我都想哭了。我要带回家。谢谢。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给他们买杯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虽然没有赶上奥运会，但是这是我们人手一个。哇，这买了，谢姐。上次我听姐姐说想。哎呦，你太
贴心了，你这个人。然后这个是我给花六小伙伴们，就我们在那个哪儿给他们选的，就是有奥运吉祥物的 logo 的水杯，就这样的话，他们旅行中也可以拿着喝点水什么的。然后这个好可爱啊！因为欧洲水卖的也挺贵的，万一哎，蛮贵的。可以灌点机器水得了。以往的几天我们都是喝的那个。好可爱哦！姐非常有心啊，兰兰这个非常有心，替大家伙儿想到了前面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。上微博参与花儿与少年好友记话题讨论，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，跟花少团一起分享和好友的旅行路书。上微博搜索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少首席新媒体运营官花点什么好，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和花少团旅行生活记录。特别感谢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，合作媒体凤凰新闻，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。特别合作高德地图、WiFi 万能钥匙、土巴兔、YY 直播、万达广场、检票集团。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。